你知道吗？在韩国，公务员曾经被誉为是神的职业，只要考上公务员就可以说是光宗耀祖。可是最近几年呢，却有不少的年轻人考上了公务员却又离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韩国公务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韩国，公务员一直都是年轻人最渴望进入的职场。为了考上公务员，许多人每天读书超过10个小时，不止花很多的钱上补习班，为了要把握时间念书，吃饭的时候还有特殊文化。许多成功考上的公务员回忆备考时期呢，都形容那段时间简直像是地狱。但经历了千辛万苦才能考上的工作，最近却有快要一半的年轻公务员想要离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在韩国公务员曾经被誉为是神的职业，要考上公务员考试有多么的困难，越来越多人想要离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喜欢玩射击游戏吗？还是对世界大战的战舰充满兴趣呢？我们团队最近玩了一款射击游戏《战舰世界》，玩家可以在广阔的大海上面选择喜欢的战舰，和 AI 或是其他玩家来一场激烈的战斗。除了有机会指挥600艘经典的历史战舰，射击时的爆炸场面或者能用华丽来形容。最重要的是，这个游戏不止免费新玩家加入还有大礼包可以拿，让我们这样的新手一开始就比较能够快速的升级，不用担心跟不上其他玩家。而且现在只要用大礼包当中的2艘战舰作战胜利之后，上传比我们团队成绩还要高的截图，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 Food Panda 加菜金哦。现在就马上打开资讯栏，按下专属链接，输入邀请码 BOOM 获得新手大礼包吧。在韩国，国家公务员被分为9个不同等级，1级是最高等级的公务员，9级则是最初阶。这些职位包含了一般行政人员、警察、消防员、邮政人员、文书人员等等。一般民众想要成为公务员的话，得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考试有3种有等同于5级高级文官考试，或者7级和9级公开竞争考试。这个公务员考试呢，并没有必备的学历要求，只要年龄符合，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那虽然门槛几乎没有，但想要当上公务员一点都不容易，因为考试内容相当困难，而且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也因为竞争激烈能考上的大概都可以说是天选之人。公务员呢，更被誉为是神的职业。但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当公务员呢？公务员之所以深受欢迎主要有以下的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福利好，相对于一般的民间企业，公务员有非常完善的养老金制度，还有各种津贴跟福利，例如家庭津贴年资津贴、加班津贴、幼儿教育津贴、房屋津贴等等。当执行困难或危险任务时，还可以获得特别津贴。而第二个诱因呢是收入相对的可观。以2008年为例当时韩国最低工资的月薪是78万韩元，而9级公务员呢，第一年的月薪就有82万韩元，之后随着年资跟晋升就能够领更多。第三个呢是非常稳定，韩国公务员大多是终身雇用，只要没有出什么意外，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会被解雇。特别呢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许多公司大量裁员，社会普遍感到不安，而这种超级无敌稳定的铁饭碗就更有吸引力。不过也正是因为公务员看起来有很多的优点所以竞争非常激烈。以2010年为例，9级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高达了10万5千人，只有 1.6% 的人能够录取，竞争率呢高达了 61.6比1。而7级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是5万1千人，竞争率呢是 115.4比1，录取率仅有 0.9%。而让人感到痛苦的地方不只是门很窄而已，光是考试内容本身就可以说是地狱等级的困难。以流程来看考生首要先通过笔试，然后再根据职位的差别加考论文实地考试、面试、体能测试或者是其他审查等等。一般来说，最大的难关还是笔试，因为要考的科目很多。除了必考的国语、英语跟韩国历史之外，根据情况呢，还要考法学行政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然后有些科目甚至没有指定的考试范围，让考生更难准备。以韩国历史科为例考试内容涵盖各个时代，包含了古代中世纪跟现代历史。考生不仅需要掌握各时期的历史事件、人物跟文化背景，还要了解当时的政治跟社会演变。
此外呢，有些人也批评笔试会要求考生掌握不必要的知识，例如在国语考试时呢，有的时候会要求考生解释文言文句子，有时候呢则会考文学史，但这些呢跟他们的职务内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且每年考试也越来越难，例如阅读测验的文章越来越长，但是考试时间却没有跟着增加。那因为这种地狱等级的难度有人还戏称韩国公务员比哈佛还能考上。为了通过考试，许多考生都会去上补习班，还因此出现了所谓的考试村。考试村位于首尔的陆良京，而它之所以会成为考试村，一方面呢是因为交通位置便利，物价较低，所以吸引了很多补习班进驻。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考试真的太难了，真的是职等最低的公务员呢，通常也都要花1到3年的时间准备，而且这段时间考生们为了读书都没有余力工作，所以为了减少交通的成本，很多人就干脆直接住在补习班附近，形成了所谓的考试村。有了考试村，后来呢还出现了被称为考试院的建筑，这类的建筑专为备考生设计，里面会有上百个房间，便宜的租给备考生居住。在首尔呢，一般小套房的月租金大概介于50万至100万韩元左右，差不多是1万到2万台币。而考试院的租金呢，每个月大概是25万至60万韩元，也就是台币6000至15000元。但这么便宜的租金当然是用环境条件换来的。考试院的居住空间通常非常的狭小，最大不会超过5平，大部分呢都只有床、书桌等等的基本设备。如果要选租金比较便宜的，甚至会没有窗户跟独立卫浴。那对于考生来说，居住环境怎样是一回事，更艰难的挑战可能还是每天日常的备考生活。不少公务员回想起那段备考的日子呢，都认为那时的日子简直是地狱。准备考试的时候呢，他们每天的行程不是去补习班，就是在读书。有些人每天读书超过15个小时，睡眠时间极少，因为他们担心只要多睡几个小时就会落后他人。用餐时为了不中断读书，他们会把所有的饭菜都装入一个纸杯当中，方便使用。这行为也被称作是杯饭文化，意思是指连吃饭时间都不能够浪费。而在这样子的风气之下呢，陆良京考试村还有所谓的杯饭街、杯饭小摊，他们呢会直接把食物装在尺寸跟碗差不多的杯子里面来贩售。而在《求生存的艰难岁月》这部纪录片当中，其中一位主角就花了3年的时间，每天读书17小时，考了8次才成功的考上公务员。我们很难说他是不是算幸运的，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很多落榜的人都会选择继续读书，再次重复这样子的轮回生活，只为了考上梦寐以求的公务员。而在过去，很多人恐怕也很难想象，这个神的职业竟然会这么快就跌落神坛。根据2021年韩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在13到34岁的人当中呢，最想进入的职场是大型公司，占了 21.6%， 第二才是公务员，占了 21.5%。那虽然差距只有 0.1%， 但这是自2006年以来公务员第一次跌出榜首。而这样的趋势呢，也反映在报考人数上面。以2022年为例，9级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呢是16万5千人，相比于2017年的22万8千人，下降 27.5%， 相应的竞争率也下降了。刚才也提到，2010年7级跟9级公务员考试的竞争率呢，分别是 115.4比1跟 61.6比1。2022年这些数字已经下降到 42.7比1跟 29.2比1，创下了近年最低的纪录。另外，根据2021年韩国公共行政与安全研究所的调查，在6到7级的年轻公务员当中，有 44.6% 的人想要离职；而在8到9级的年轻公务员当中，也有 43.6% 的人想要换工作。实际上在2021年呢，确实有4万5千名公务员退休或离职，其中1/4就是工作不到5年的新进公务员。那这边问题就来了，明明他们终于成功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职场，为什么会想要离职呢？想要离职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薪水过低。等等，刚不是才说想要当公务员是因为薪水很高吗？是的，这并没有矛盾。在以前，特别是金融风暴时期，公务员的薪水的确相对的高。但是在2018年，韩国的最低工资大幅调涨了 16.4%， 是近10年来最大的升幅。可是公务员的薪资并没有跟着提升，所以从那一年之后呢，9级公务员的起薪就低于最低薪资了。而且公务员的津贴里面呢，有20到30% 会被扣除作为税金，这就导致说，初阶的公务员呢，就算账面上面有很多的津贴，但实际收入还是很低。
2022年，韩国的最低工资呢是每个月191万韩元，但9级公务员的起薪只有168万。虽然后续呢可以透过晋升来加薪，可是要晋升一等呢，大概需要2到5年的时间，而且增幅也不大。那除了薪资之外呢，也有人认为公务员上班很无聊，没有什么成就感或者成长机会，而且公务员的职等分明，非常的强调上下关系，所以跟一般的私人企业相比，阶级文化还更加的严重。在看这集资料的时候呢，在台湾长大的我们真的很有共鸣哦，感觉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首先是神的职业，这个社会认知到底是怎么样被建构出来的？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福利待遇之外呢，我们猜测这可能也跟考试有关。除了公务员以外，医生啊、律师、法官、教授之类社会地位普遍比较高的职业，通常都是一路考上来的。只要说出自己是公务员啊、医生，某种程度上面好像也暗示说我是一个能够在长期的激烈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人。那或许是大家都知道读书准备考试有多不容易，所以对于这类的职业呢，除了向往之外，也有一定程度的尊敬。但以台湾来说，这边比较微妙的地方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相对于其他职业，公务员好像比较不需要特别的专业能力，只要熬过招聘考试，就能够爽领铁饭碗一辈子。可是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会抱怨，这工作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爽。除了工作内容无趣，没有什么成就感，内部的位阶感很重，对外呢也被一般民众当成服务业，工作量超大，每天都要面对很多不好的脸色，而且还不太能够抱怨，因为可能会被酸说你已经过得比很多人还爽了，这也是你自己选的生活等等。那我们猜测韩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要当公务员，或许也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类似的状况。而这当中，除了社会状况改变，年轻人的价值观不同以外，或许也是因为现代资讯越来越流通，原本那些美好的想象逐渐被各种现实的压力给取代。当然，这些都只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推测而已。如果大家知道更多的资讯，欢迎帮忙留言补充，让更多人知道哦。好的，那今天最后想问大家哦，找工作的时候，你最重视的是什么呢？薪水最重要，只要钱够多，其他的我都可以忍。B 成就感，如果工作内容很无聊，我真的没有办法。C 快乐，希望职场的氛围好，而且不会破坏生活的平衡。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韩国公务员的离职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检察官以及狗屁工作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